傅婉宁笑道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很好看的，小时候别人夸我可爱，我都觉得别人昧着良心夸赞的。跟周总站在一起，我就是绿叶周总才像鲜花。他觉得周洋的颜值比他要高，周洋阳光气十足，要是他阴柔一点，很容易被别人当成美女，而他则容易被别人当成男人。男人太帅了也不好，麻烦挺多的。傅总，我看到你秘书了，等会儿见面再聊好。傅婉宁挂了电话。几分钟后，周洋便拎着2个袋子敲门进来，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的是给傅婉宁的晚礼服，一个袋子里装着一个红色的锦盒，那是一套珠宝，给傅婉宁带着出席宴会。秘书给周洋倒了一杯温开水，便退了出去。周洋将2个袋子放在办公桌上，对傅婉宁说道，傅董拜托我帮你带过来，叫你在休息室换了，咱们就可以去林家了。傅婉宁拿过袋子看了看后，小声吐槽着什么，周洋没有听清楚。周洋不用换衣服，他穿的是西装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。傅总你先忙，我去那边坐着等你。周洋看到傅婉宁还有文件没有处理的，端起秘书倒给他的那杯温开水，走到了待客区那边的沙发上坐下，不打扰傅婉宁办公。傅婉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文件，然后按下内线电话通知秘书进来。他将处理好的文件递给秘书，人跟着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走向周洋。忙完了。周洋抬头看他，很自然地笑着，他长得帅，笑起来更好看，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定力极好的傅婉宁都晃了晃神，心道这个男人真是迷死人不偿命，怪不得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他。忙完了。傅婉宁没有坐下，见周洋手上拿着一本杂志，那是他偶尔翻阅的。宴会是晚上7点开始吧？周洋看了一下时间，问傅婉宁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过去。傅婉宁笑了一下说道，宴会是有好多美食，有吃有喝的，不用吃东西过去，只要不怕丢脸，都饿不着自己。他是不怕丢脸的，每次出席宴会他都会吃饱喝足才会回来，不像别人那样只喝酒聊天，不怎么吃美食，怕别人说他们饿死鬼投胎，没有吃过好东西。东道主准备那么多美食，就是为了招待贵客的，贵客不吃，反而浪费了东道主的心意。傅婉宁向来不会浪费别人的心意，那也是我每次出席活动也会吃饱喝足才回家，只要不是抢吃的，都不会丢脸筹办宴会的人准备酒水、美食，各种水果，就是为了给我们吃的。傅婉宁点头，我的想法和周总一样。周总你再看会儿书，我去换一下晚礼服。爷爷真是的，明知道我嫌穿礼服麻烦，他还让你带过来给我，还有一套珠宝呢。傅婉宁平时很少佩戴珠宝，她常年都是中性打扮，不喜欢佩戴珠宝，顶多就是大副耳钉，很多时候都素净得很。不是她没有珠宝首饰，她的珠宝首饰多了去，祖辈留下来的珠贵珠宝爷爷全都交给了她，母亲都没有她这么多，有时候母亲还会向她借2套来戴一戴。爷爷又疼她，她每年过生日爷爷都送珠宝给她，28岁了就收了28年的珠宝。她拥有的珠宝首饰比珠宝店还多，件件都是精品，特别是她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古董更值钱。她的表姐妹羡慕得很，在她小时候，表姐妹想哄她送他们几套珠宝，傅婉宁全都拒绝了，那是她东西，她不想送人就不送。母亲劝说过她拿出几套价值一般的送给表姐妹，增进姐妹情，她也是拒绝的。她说姐妹情要建立在物质上的，不牢固她，不稀罕这样的姐妹情。况且她的珠宝就没有价值，一般的都是价值不菲的。表姐妹看中的都是她太奶奶留给她的，带着古风的味道，又价值连城。她可以用零花钱去珠宝店给表姐妹们买一套黄金打造的首饰，不如她收藏的那些有价值，但也不便宜了呀。表姐妹们收了她送的礼物，嫌弃不够贵重，气得她全都收回来。从那之后，她再也没有送过东西给表姐妹们，她也不会去讨好她们，是她们反过来讨好她，背地里却又说她冷漠不近人情，自家那些亲戚什么心思，真心假意。傅婉宁看了28年，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别人不是真心待他，他自然不会真心。只是那些亲戚还会演戏，演得好像对他很好似的。他不愿意演戏，就被说成六亲不认。副董也是想让你惊艳全场，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。周扬打趣的道：呵呵，副董很是操心你的婚姻大事。我觉得他看到年轻的男人就会不由自主的把人家当成孙女婿人选了，各种打听考验，想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丈夫。傅婉宁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爷爷不是第一次那样做，但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说的那么直白。我爷爷就是带给周总困扰了吧，我向你道歉，回家我说说爷爷。周扬连忙道：那倒没有，副董那样做很正常，换成是我也会那样做。有人喜欢我妹妹，我也会将那个男人摸个底儿朝天，看看他配不配我妹妹。周总的妹妹肯定也很优秀。傅婉宁知道周扬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，兄妹感情也很好，她没有见过妞妞，不过从周扬的嘴里听到过数次。每次提到妹妹时，周扬神色会不自觉变得温柔。傅婉宁就知道周扬兄妹感情极好，大概是个妹控。妞妞是很优秀，她以后要接我妈的班，从小被当成接班人培养，现在她已经开始接手凤氏集团以及家族的一些事务了，为以后接班做准备。母亲说过，等妹妹30岁，她就退休，将凤家的家主之位交给妹妹。现在妞妞还年轻，还是要多历练历练。母亲也想等妞妞招婿上门，生育了下一代的接班人再退休，那样她可以帮着妹妹教育下一代。傅婉宁很是羡慕，我也想有个妹妹或者弟。独生子女的压力很大，理解的，但现实如此难以改变了，只能迎上。顿了顿，傅婉宁嗯了一声，也是，所以爷爷叫他以后要生2个娃，他没有反对。他知道一个人撑着家有多累，压力有多大。他撑着的公司不仅仅是为了他和傅家，还有公司千千万万的员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。傅氏若是撑不住那么多的员工失业，他们背后的家庭就会陷入生活困境。如今这个大环境找工作太难了，很多人失业在找工作，大多数工资都会比原来的低。这2年公司里主动想离职的员工比往年少了很多，大家都是能熬就熬，不会轻易就提离职。当然了，像傅氏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上升空间大，薪资福利也不错，只要公司不炒他们的鱿鱼，一般人都不会离职的。以后我生娃最少也要生2个，我受的压力不想让我的儿女再承受一次。有2个孩子是他们可以有商有量，不像他什么都是他一个人杠着。爷爷还在，还能帮他分担一点，爷爷不在了，母亲又帮不上忙，就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奋战了。周扬打趣的道：你有钱养得起，多生几个也不怕，不过一定要教好，也要培养孩子们的手足情。每个孩子都培养得很优秀才是福，若是没有培养好，孩子们之间没有什么手足情，以后争家产斗得你死我活的反而是祸事。傅婉宁笑生2个就够了，不想生那么多，那是自然的。教育很重要，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只要父母公平对待，孩子们的感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你小姨家里有没有办学校的？他们很会教，孩子若是有办学校的，以后我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。周扬说道，有涉及到教育的投资项目，倒是没有自己创办学校，等你当了妈妈再来考虑教育的问题也不晚。你若是这2年就当妈，以傅董的身体情况来看，他还能帮你带娃教娃。傅总是爷爷带大的，你爷爷的本事都不用我说，有他帮你教娃，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傅婉宁也笑，咱俩一个没有女朋友，一个没有男朋友，却在讨论着教育孩子的事，有点好笑，言之太早了。周总，你稍等我片刻，我去换衣服。傅婉宁拿着他的晚礼服以及那套珠宝，转身进了他的休息室。他的办公室大间隔了一间休息室，供他中午或者晚上加班太晚不回家可以休息。里面的摆设很简单，房间摆上一张1.8米的床，2张床头柜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梳妆台，然后又间隔了一个洗手间。傅婉宁很快就换上了晚礼服，她很少穿裙子，换上晚礼服后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坐在梳妆台前，她化了个淡妆，
很多时候她习惯素颜，只有参加宴会活动时才会化个淡妆。在傅婉宁认为自己颜值普通化不化妆都一样，化妆还要时间。对于她这种时间特别宝贵的大总裁来说，她宁愿不化妆，节约时间，多睡会儿，精神状态能更好一点。打开锦盒，将那套珠宝戴起来，准备妥当后，她对着镜子看了看，没觉着盛装打扮的自己有多美艳，还是中性打扮舒服呀。有时候她都觉得自己没有女人味儿。那些想和她相亲被她拒绝的男人骂她的话，有点道理的。起身，傅婉宁转身走出了休息室，走向周扬，问他：周总，我这样不会丢人吧？我爷爷给我挑的这身晚礼服，我穿着总不得劲。周扬上下打量着他，夸赞的道：不会丢人呀。傅总换上了晚礼服，让人眼前一亮，你这身打扮超出我的想象力。我平时很少穿礼服的，习惯了穿西装，多穿几次就习惯了，就这样挺好的，不骗你。傅总现在是真的很美，今晚保证会成为全场最亮眼的女人。傅婉宁笑着说他，周总是哄我开心，我有几斤几两心里清楚。他拿来自己的手袋，对周扬说道：走吧，咱俩一起去惊艳全场，我的荣幸。周扬起身和他一起走出办公室。小齐秘书还没有下班，老板未走，他不敢先走。看到办公室的大门拉开了，小齐秘书本能望过去，看到的是他家老板穿着一袭白色抹胸式的晚礼服，佩戴着一整套的珠宝，身材高挑，气质高雅，着实让他眼前一亮。他眨了好几次眼才确定看到的是他家老板，没想到老板打扮起来那么漂亮。是谁说他老板没有女人味的？看看现在他老板的女人味十足，与周总走在一起，给人一种郎才女貌的感觉，男俊女俏，养眼得很。傅总，小齐秘书叫了一声，傅婉宁微微点一下头，那高冷的气质又回到他身上。小齐秘书觉得他家老板更迷人了，那股高冷劲儿很容易激出男人的征服欲。他敢说傅总参加了今晚的宴会后，会有很多男人排着队来示好。想追求傅总的不再是看重傅家的财富，还有傅总这个人了。以往傅总总中性打扮，容易让人误会他是男人，外面的人总说傅总没有女人味，像个男人婆又强势，就是公司里的男职员，私底下讨论时也是那样评论傅总的。那是傅总懒得打扮，这不一打扮起来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周扬朝秘书眨眨眼，往傅婉宁身上看了一下，秘书秒懂他的意思，偷偷的笑，并竖起了大拇指。董事长高明让周总给傅总送来晚礼服，碍于周总的面，傅总不好推拒，换上了晚礼服，化了妆，佩戴了珠宝，他们才有机会看到傅总柔美的一面。两人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傅婉宁走出电梯时，公司里的职员看到他都是先愣一下，反应过来，赶紧问好。等傅婉宁走过，便是低低的赞叹声、讨论声。原来他们的傅总不是不好看，只是懒得去展现他的女性之美。